我的生母是个痴儿，那些恶鬼掐着她的脖子，在她的尖叫声中，把她最后的尊严踩进了泥土里。这南方的冬天下雨，比北方的雪还冻脖子。楠楠，看准那个男人，那是你将来的爸爸。哎呀妈呀，这哪家的小丫头？大哥，能帮我照看下孩子吗？我去一趟卫生间。去吧，老妹儿，我看着，你放心哈。这老妹儿吃坏肚子了，蹲这么久，腿不麻呀？他转头看江源，发现这孩子像尊石像，双手绞着他的衣角，关节泛白。丫头，你妈叫啥？你家哪儿的？江源抿紧嘴唇，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却硬是一个音节都没发出来。我不能说话，妈妈说了，说话了我们都会死。嘿，这孩子不会是哑巴吧？广播里传来机械的女声，前往哈尔滨方向的 XX 次列车即将进站。江长海脸色一变，那是他回家的唯一一趟车，他怀里揣着给儿子攒的救命钱。丫头，撒手！叔的车要开了，我带你去警卫室找妈。江长海顾不得许多，一把扛起冲进女厕所。老妹儿，你在里头不？给个动静！江长海愣在原地，手里的车票被捏成了一团。见鬼了！人呢？暴雨毫无预兆的落下，江长海脱下外套裹住我，在大雨中一圈圈疯跑。退票，票不要了！妈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售票员冷漠地递出几张零钱。江长海蹲在车站台阶下，看着雨幕，眼眶通红。那是他辛辛苦苦打零工攒的血汗钱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太阳出来了，但我知道妈妈永远不会从那个厕所里走出来了。哎妈呀，你会说话呀？别哭了，祖宗，我带你吃肉包子行不行？江长海把沾着汗味的油条撕碎，泡在锅边壶里。我颤抖着从兜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黄布，递给江长海。江长海展开那块布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江源，生于1993年，求大哥救命，必有重谢，来生做牛做马。旁边还缝着一张被体温捂热的面额50元的旧钞。江长海盯着那几个字，呼吸变得沉重，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二部看了很久，眼神从疑惑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悲悯，最后又变成了一决然。行了，合着你们娘俩是有预谋的，在这绑架我呢！江长海猛地站起身，一把抓起旁边的行李包。几名火车站巡逻的联防队员正好走过来，狐疑的打量着神情激愤的江长海和哭红眼的我。干什么呢？这孩子是谁的？江长海低头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一眼手中的黄布，他握紧了拳头，随后又缓缓松开，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。我告诉你，丫头，我身上就剩下不到200块钱。江长海一把拎起我的后领，像是拎小鸡一样提到了面前。远处的火车汽笛声再次长鸣，震耳欲聋。说，你妈到底在哪儿？不说我真把你扔这儿了。吓得我不敢吃饭，用鼻子向前探，去闻锅边糊的味道。他在眼泪流下来之前，仰起头，漫不经心地咂咂嘴。原来你们娘俩是有预谋的呀，合伙绑架我呗。为了我，他这一留又是1年半，期间带着我打好几份短工。我满6岁时，他辞了所有工作，带我回东北。他说我亲生妈妈太矮，他怕我也长不到1.5米。绿皮火车窗外的景色由青山绿水渐渐变成一望无际的草原。我们坐的硬卧下铺，他笑着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坐卧铺。他把我放在床上，开始和另外几个铺的人搭茬唠嗑，唠得差不多了，他拿出一副扑克。那人不懂扑克玩法，他就现教，后来没忍住就伸下头来看。我不吱声，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。他隔一会儿就问问我饿不饿。一起打扑克的人给了我零食，我默默地响口啃着。有人问他，你闺女啊？他嗯了一声，回头朝我笑了一下。6月的东北一点也不炎热。他打了个3轮车，我们坐在上面突突突颠了20多分钟。老爷爷车手两边是绿色的布帘，我第一次坐这样的车，心中雀跃。扭头朝他看一眼，他张着嘴不知说看什么，全都被风洞掩盖。
到了门口，他再次嘱咐我，见到爷爷奶奶要问好，他们肯定给你好吃的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双手抓住他衣肩。还没敲门，门从里面打开了，穿着花衣服的老两口愣在门口，空气凝固了一瞬，接着就听见巴掌砸在衣服上的声音。江长海，你个败家玩意，还知道回来呀？妈，别打了妈，我错了，别吓着孩子。我吓得转身就要跑，被他攥着胳膊揪回来，放在老两口面前。老两口一脸错愕地盯着我，从头到脚看了一遍。他朝我拼命使眼色，我不知所措，眼泪汪汪。爸爸领着我笑眯眯跟在奶奶身后进了屋。你这可倒好，自个儿拉一批谷子饥荒，还捡个孩子，你咋养活呀？我第一次从人嘴里听到这么赤裸裸的生理结构词汇，顿时呆住了。当晚，爷爷奶奶没出去跳广场舞，爷爷拿了很多吃给我的我一个也不敢吃，贴着沙发边缘坐着，腰背挺成一条直线。奶奶朝我看一眼，我就打个哆嗦，我怕她再打爸爸，更怕她一怒之下会打我。桌上的台式电话响了，奶奶接起来，我今儿不能去了，儿子和大孙女回来了。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我揣揣的样子，笑出声。你干啥呢，老姑娘？你管她叫老姑娘，她6岁都记事儿了，自己是谁家孩子能不记得吗？能认你作爸？奶奶做了一桌子菜，我不敢动筷。老姑娘你别怕，他们可稀罕你了，你叫声爷爷奶奶，他们啥都能答应你。我战战兢兢看着老两口，终于开口，爷爷奶奶，求求你们别打爸爸了。老两口呆若木鸡，爸先是哈哈大笑，随后竟笑出了眼泪。后来爸总怨埋，说我跟他1年多都不叫爸，结果第一次面就叫了爷爷奶奶，才连带着把第一声爸爸喊出来。睡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奶奶让我在炕头，炕烧的有点热，我感觉屁股被烫得火烧火燎，困得极了，竟一下子坠入梦魇。在一片红彤彤的画面中，我看到了妈妈，癔症发作的妈妈将我推得远远的，披头散发倒在一片枯草中哀嚎。我想过去抱抱她，却被她投来的狠厉目光吓退。从田地那边走过来几个乞丐，全身又臭又脏，看到妈妈，他们发出邪恶的笑声，将妈妈拖进无人高的草丛里。路过的阿叔叔看到这一幕，我刚想求他救救妈妈，他却离腰从地上捡起一只沾着泥水的塑料袋，几步上前套在了妈妈头上，肮脏的哄笑声夹杂着妈妈痛苦的尖叫。他死命朝着草丛深处爬去，那一刻，我站在天地之间，仿佛空间崩裂，意识四处飞溅，幼小的身体不停站立，如同一条刚剥嘴的将死之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个乞丐边提裤子边朝我走来，他们刚从淫欲中脱离，看到我后，眼神又变得迷离起来。我的耳朵被放大千万倍的空气流动声充斥，听不清楚他们在说着什么。突然听到2声脆响，阿叔叔给了他们1人1个响亮的暴力，也将我的听觉唤醒。滚！2个乞丐转身就跑，阿叔叔拉上拉链，蹲在我面前，往我手里塞了1块钱，带你阿母去买吃的。等他们走了，我仍旧无法动弹，1块钱被攥在我手里，变得冰冷。妈妈拖着破烂的身体从草丛深处爬出来，像是癌症过去了一样。她抱住我，用身体的温度将我唤醒。囡囡不怕。过了一段日子，妈妈开始挺着大肚子，抱着我艰难觅食，直到最后一次癔症发作后，像是彻底恢复了正常人的状态，带我来到人最多的火车站，指着公厕旁坐椅子上抽烟的男人，让我叫爸爸。醒来时，爸爸一张笑脸在我面前，他擦掉我额头的汗。第1次睡炕头，愁把孩子热的。奶奶是退休中学教师，有30多年的教龄，小学校长是奶奶年轻时的学生。9月份，我直接入学1年级，那时候的1年级还是拼音和加减法入门级，加上奶奶给我辅导，我很快就适应了上学的节奏。3年级，我第一次被找家长的那天，爸恰好休假，老师气呼呼把我的作文扔给我看。我老姑娘写的真好。老师气不打一处来，我们门房大爷。我爸收起不正经，一脸严肃叹了口气。大爷走的一点罪没遭，这是享福去了哈。谁告诉你大爷去世了？啊，就过来了。人好好的，压根就没这事儿。放学后，我跪在班级门口。老姑娘，你为啥把门房爷爷写死啊？昨天大爷没来，琪琪和我高说爷爷去世了。我老姑娘真善良。恰好走到校门口，我朝门房瞅了一眼，打了个哆嗦。高爷爷，我爸也一趔趄。哎妈，大爷吓我一跳。大爷挺硬实啊，身体好了？门房大爷麻杆似的站在门口，一脸慈祥的朝我们点头。4年级的上半年，爸不知道去哪里了，2个月不见人影。奶奶说他还欠下的孽债了。我不懂什么叫孽债，以为爸欠了好多钱去做苦力了。班里女生身齐齐刷刷刷聚窜起来，我却一点没变，几乎是班里最矮的小的，除了琪琪，她比我还矮半头。有一天放学，有几个高挑的女生堵住了琪琪，琪琪窝在胡同的墙角瑟瑟发抖，我攥着拳头一边尖叫一边冲过去。那几个女生听到老师来了，一溜烟跑开，我像大侠一样拯救了琪琪。可第2天被堵住的人变成我了，琪琪再也没有和我同路上下学，爷爷拿给我的零花钱就再也不是我的了。
不到10分钟的路程也成为我难以面对的阴暗之路。没钱就挨打，尖利的指甲在我的胳膊上留下几条血红的血痕。我的棉袄也总是脏的。奶奶在电话里和爸爸告状，说我太埋汰了，穿衣服没一天是干净的。也许是骨子里带着的怯懦令我无法开口。我总觉得一旦事情显露在人前，就会变成大事，更不敢对电话里的爸爸提及分毫。爸爸欠一屁股债，工作已经很难了。这一天放学，我被4个女生堵住，踢到雪地里。身下的雪和厚重的棉衣替我挡了大半阻力。他们的身边还站着个瘦高男生，歪着嘴像一只变异的猴子，斜着眼俯视我。我不知道下一步妈妈被拖入草丛的画面会不会在我身上重现。女生们笑嘻嘻掸掉我的帽子和手套，我被冻得发抖，手和耳朵迅速风化僵硬。但我的沉默激怒了他们，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在我已经冻麻痹的脸上。瘦猴拿着我的帽子狠狠抽我的头，下一秒他的身体从我的视线里飞了出去，一个比他更高大的身影拦在我面前。几个人欺负一个，算什么英雄？从远方又传来一个炸裂的声音，合着在雪里的脚步声。小兔崽子，你给我回来，别给我惹事。我被打得有点头晕，加上刺骨的冷，高大的身影由远至近，几个未成年吓得连连后退。都不回家，在这扯犊子呢。几个女生如同看到怪物，飞奔逃走。瘦猴没跑掉，被硬生生抓住手腕。怯嫩，得敢打我老姑娘！这人挥手就给了瘦猴一个大脖溜子，瘦猴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。那个高大的男生眼睛一亮 ，CNMD， 敢打我老妹儿！爸拽着男生的脖领子，把他扔到一边，蹲下问瘦猴：“你哪个班的？”瘦猴哭唧唧说出自己的班级，又被爸爸踹了一下屁股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爸蹲下将我抱在怀里，鼻涕眼泪一起流下来。老姑娘，爸错了，回来晚了，他妈的！男生捡起我的帽子、手套，拍掉上面的雪，给我戴上。比爸对我还亲切。老妹儿，你放心，以后我护你上下学，谁再动你一下，我就整死他。兔崽子，你给我消停的，跟谁俩呢？一口一个老妹儿。比我大6岁的哥和我命运差不多，他的亲妈有了新老公，不要他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奶奶说的孽债就是我哥。我爸回老家带爷爷奶奶抱怨，这兔崽子当年跟他妈跑的时候留都留不住，现在又回来抱我大腿，这玩意儿随谁呢？跟白眼狼似的。奶奶一边给我擦药，一边臭着脸念叨：“你说随谁？随根儿呗。这下好了，你儿女双全了，一天天没赚到，两眼一睁就有2张嘴等着吃饭。我和老姜退休金都不够帮养活着孩子的，你被人欺负，咋不跟我们说呢？属王八的！”爷爷心疼地给我揉揉亲子的部位。他才多大，敢和那些小混混对着干吗？这都啥年代了，还小混混？没王法了是吗？奶，你放心，明天开始我送我老妹儿上学，见一个揍一个。爸一个斜眼盯过去，吓得他没敢再吱声。爸安抚我，直到我睡着。第二天，他故意晚了半小时送我到班上，也不敲门，哐的一声，直接把门踹开。早自习的课代表吓得嗷一声跪下。那几个欺负我的女生，其中有一个在我们班级，她吓得瑟瑟发抖，几乎把头垂进书桌里。爸就将她从座位上提起来，她尖叫着大哭，嘴里连连喊着对不起。有同学跑去找班主任，班主任到了，先是一愣，拦住要把女生拖出教室的爸爸：“你干啥啊？把孩子给我放下！”爸一只手拖着吱哇乱叫的女生，一只手指着班主任鼻子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事你管不了。他欺负我老姑娘，我特么今天就是来给我老姑娘出气的。”班主任飞奔着跑去校长室叫人，我爸已经把那4个女生和瘦猴都揪了出来。几个班级的同学们乱成一锅粥，胆小的甚至被吓哭，在我爸面前却只是几只巴掌的猴子。他们被揪出教室，蹲在走廊里，被冻得哆哆嗦嗦。副校长看见我爸的身材，也没敢直接来硬的。对不起啊，江院家长，是我们没监督到位。我爸原本乌青的面色顿时缓和许多，但仍眉头紧皱，一脸怒相。他们欺负我老姑娘多长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副校长对5只猴子暴怒，副校长把我们都转移到办公室。我奶奶在电话里对他炮轰，必须给我爸一个交代。没多久，5只猴子的家长全部到位。副校长一脸严肃地指着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孩子把人家闺女打了，赌办道跟人要钱，好几次了。你们自己瞅瞅。”我爸脱下我的外套，早上特意让我奶奶给我换的低领毛衣，又撸起我的袖子，脖子和胳膊上结痂的血痕暴露出来。一个女生的家长倒吸口冷气，回身狠狠给了她女儿一巴掌。办公室此起彼伏，传出孩子们哭喊声。家长们都怕打轻了，对我爸没交代。只有瘦猴的父亲没动，他撇着嘴，露出和瘦猴昨晚一模一样的鄙夷目光，像只大1号的瘦猴，尖嘴猴腮。多大点事儿啊，小孩之间打打闹闹至于吗？我爸听他说这话，起步上前，把瘦猴从椅子上揪起来。多大点事儿啊？我现在削你儿子一顿。哎！瘦猴爸立马炸了，你把我儿子松开！我爸躲闪不及，脸被他抓出一道血痕，一把将他推出好几步。你个老犊子，报警！不报你就是我孙子。瘦猴爸满脸通红，从兜里掏出皮质翻盖，开始报警。我爸将瘦猴扔回椅子里，
瘦猴估计昨晚被我哥吓坏了，加上我爸那一副凶神恶煞旁，跑到他爸爸身后瑟瑟发抖。来了俩民警，副校长了解经过后，一脸不悦地训斥瘦猴爸：你儿子带头欺负人家闺女，然后你来这一出，说你是受害者。瘦猴在他爸身后冒出个头，带头的是那4个女的，我昨晚还反而被他揍了。你拿江院的钱买烟，还让我们多抢点，说话背后给我们撑腰。你拿帽子抽江院脸，我们都瞅着啦。瘦猴皱着眉头求：我不管，我儿子被恶意暴打了，你们得拘留他，让他赔我儿子医药费。我爸指着脸上的血痕给民警看，他刚才把我挠伤了，你们也得拘留他，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呢。民警一个头两个大，说这样那你们就属于互殴，不私了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瘦猴爸仍旧聒噪地叫着：让他蹲局子，他先动的手。你也打了人，你也得被拘留。瘦猴一听这话，立马蔫了。原来他的工作属于铁路系统，拘留肯定会受影响。我爸乐了，抓住他肩膀就往外走。走吧走吧，咱一起回局子。瘦猴爸正不脱，尖叫着抱住办公室桌腿。老式的木头桌子本来就不结实，直接被他拖裂开了，一桌子腿摇摇欲坠。民警忙劝住我爸，说不愿走的话就商量私了吧。我爸提出5个家长，总共拿出3000块赔偿。那时候我爷爷退休工资500多，有2个家长不愿意分摊。我爸朝他们点点头，行，那我带我老姑娘去验伤，医药费多少你们出，但是我保证把你们孩子都送少管所去。他们吓得马上答应了。当天下午，5个家长拿来现金，当着校长面把钱给我爸，我爸又跟着老师到几个班级对学生们道歉。叔叔早上吓到你们了，跟你们说对不起，都别怕哈，以后谁敢欺负我女儿江月，就告诉我救我，我有奖励。吓得老师赶紧把他推出教室。从那以后，直到小学毕业，没人再动过我一手指头，甚至有的同学见到我还绕道走。爸每回一趟家都会领着我和我哥下馆子，他喝酒很凶，恨不得1天3顿，有时喝啤酒，有时喝白酒，久而久之体重强了不少，顶着个圆圆的啤酒肚。我哥嚼着大骨，双眼溜溜一转，爸，你给我买双耐克鞋呗。你瞅我不像耐克鞋，转头对我露出8颗牙齿。老姑娘，零花钱还没有没，爸再给你点。哥嘴里的肉都不嚼了，我还想吃一块大骨。爸一只大手捏住他下巴，我看你像大骨。哥气坏了，但也只敢在爸看不到的角度对我翻白眼。彼时高2的他见到人就说我是他老妹儿，他的一班小兄弟亲摸我的头，长得跟小白兔似的。江超这傻大个少炫点吧，给咱老妹儿多吃点。哥在课间时间总是带我买零食，口袋里那点零花钱全炫我嘴里了。爸回来时带着一堆堆零食和一只巨大的毛绒熊，一进门扔下东西就把我抱起来，他又硬又扎的胡茬在我脸上摩擦，我一边嬉笑一边将他推开。哥也凑过去，被爸一只手推老远。当天爸带我们去了公园，太小的我们已经不能坐，只能玩碰碰车。爸和哥把碰碰车开到起飞，我屡屡被他们撞到角落，笑到岔气。爸还想带我们多玩一次，卖票的不肯，可不能给你们玩了，车都快被你们开零碎了。爸咧嘴讪讪一笑，带着我们去买冰棍吃。傍晚逛够了，我们赶到家楼下的锅烙馆吃晚饭。我和哥嚼着韭菜肉馅的锅烙，正吃得满嘴流油，门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女人冲进来，披头散发扑到我们桌前，腿一软跪在地上，大哥，救救我！在爸爸生命里喊他大哥的人不计其数，而这个女人是第2个喊了他大哥又将他生命完全扭转的人。爸放下了喝了一半的啤酒，一只手扶住女人，咋了？有俩流氓跟我后面。一听这话，锅烙馆3、4桌的男人们全站起来了。锅烙馆的老板娘一把将我拦住，小孩不能去，等你看爷吓坏人，马上就回来。外面很快传来打骂声和啤酒瓶破碎的声音，接着传来一声嘶吼，是爸爸的声音。我挣脱老板娘的手，冲出门外。爸的肚子上插着一把刀，鲜红的血顺着刀柄流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儿时的画面一下子扑上来，将我撕得粉碎。我瘫坐在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发抖。爸扑到我身边，紧紧将我搂在怀里，捂住我的眼睛。老姑娘别怕，爸没事。120来的时候，爸看我还没反应，他吓坏了，朝着我屁股狠狠拍了2下。我顿时恢复了意识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哥看到血，全身发抖。我还没死呢。赶紧带你老妹上楼，爸很快就回家哈。帮忙将我爸抬到120车上，跟车走了。哥扶着我，呜呜哭起来，这下咋整啊？我一把挣开他，用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跑回家，哐哐砸门。爷爷奶奶被吓得不轻，打开门一愣，瑶瑶，你咋的了？你爸呢？我一脸汗水混着眼泪，呼吸不上来气。你爸咋了？老两口盯着我，我用力吸了几口气，脑子一片眩晕。我哥追上来，脸哭得跟花猫一样。爷奶，我爸被人插了。老两口脸色煞白，差点站不住。叔婶，你们千万别急，常海儿没大事。等我们赶到医院，爸已经进手术室了。手术室外，2个男人包了伤口，也在等。另一侧的椅子上坐着那个求助的女人，此刻她将头发挽到后面，梳成个低马尾，我才看清她的模样，五官清秀，下巴尖尖的，带着一股温婉。
奶奶忍不住哭了，大哥就是肚子上被捅了一刀。奶奶一听，身体摇晃了几下。爸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，脸色苍白，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没啥事，都给他缝好了。啥玩意儿缝好了？那可是肚子啊，里面都是内脏啊。大夫面无表情，水果刀是最小号的，他皮下脂肪太厚，压根没插进腹腔。奶奶哭声瞬间止住，爷爷有点尴尬，朝奶奶叨咕：“你还让他减肥，这得多没减，被肥肉救了一命。”第二天，爸醒了，看到我顶着2只黑眼圈支撑在他床边，咧嘴笑了，随后却哎呦一声闭了嘴。他嘴唇干裂，血从裂缝中渗出来。奶奶让哥拿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，哥顶着一张没洗的大花脸，一脸崇拜：“爸，你就跟那黑社会大哥一样，特酷。”奶奶冷着脸，可不咋地，这都照上女人了，一瞅就是当大哥的料。爸跟着傻笑，一扭头看到被救的女人，女人一脸歉意来到病床前。爸先开口了：“大妹子，你咋样？没事吧？”女人点点头，放下水果，眼里流满泪水。“大哥，谢谢你。”俯身鞠了一躬。爸一下子不知所措，差点坐起来。“哎妈，老妹儿，你哭啥想？这不没事吗？”女人胡乱擦去眼泪，将爸按住。“没事了，那俩流氓就被抓起来了。”“啊，那就行。”女人放在爸肩膀上的手还没拿走，爸一动不敢动，如同被点中了穴位。后来奶奶说，她听到女人喊我爸大哥，就知道女人和我爸能有故事。起先我还不信，在东北不都喊人大哥吗？可就因为这一声大哥，我爸救了他，就连教训我爸的时候都是边打边骂。“我把你惯坏了是吧，大哥？”爸受伤养好后，爷爷帮他租了个不大的店，在学校附近卖鸡骨架，一到放学被学生围得3层外3层。“叔，你家鸡骨架真好吃。”爸总担心我的身高，换着样给我做菜。我惊讶爸爸居然会煲南方的汤，可我早已习惯怀软东北的大锅菜。馒头能啃2、3个，汤却喝不下，炖得甜丝丝的汤全进了哥的肚子里。哥一边喝还一边嫌弃，这汤太甜了，我喝完又得上课去尿尿了。下半年，哥高考倒计时，爸不再做汤了，怕哥尿多影响学习。那几个月里，我几乎没再看到哥。哥高考完那天，我们全家人迎接他，我仰着头问他：“哥，你这次选清华还是北大？”“北大。”爸呵呵一笑：“北安大学是吧？”哥一只手搂在爸爸肩膀上，哈哈，还是咱家常海儿了解我啊。分数下来，哥上了一所2本，楼下的锅烙馆扩大成锅烙城，爷爷奶奶在那里给哥办升学宴，爸却迟了半小时过来。看到爷爷奶奶，露出一丝怯懦的笑，把礼物塞在哥哥的手里，转头又给我手腕上戴了只银镯子。奶奶冷着脸瞪了爸一眼：“多长时间了？”哥在一旁扑出一句：“半年多了。”我和奶奶同时惊得瞪大眼睛。奶奶念叨：“以后有个人管你，我就能少操心了。”瓜子脸新妈妈把手挡在爸的酒杯边缘，爸拿着酒瓶一劲朝他笑，一边和奶奶说：“呐，我俩贷款买了套房子，我打算把瑶瑶接过去。”“啥玩意儿？”奶奶一下子炸了，爸被吓得动作一滞，瓜子脸新妈妈吓得手缩了回去。“领走，都领走，别影响我跳广场舞。”奶奶把筷子撂得咔咔响，没良心的一帮玩意儿。爸爸的新家离奶奶家也就步行10几分钟的路程，新妈妈能管得住爸爸？她长得高挑，像个模特，对我永远都是笑眯眯的，对爸却时而严肃，跟我班主任差不多。“大哥，你看着铺子，我去上货。瑶瑶那裤子早就旧了，我带她买新的去。你别趁我俩不在家就喝酒哈。”爸笑着脸，摸着他日渐平坦的啤酒肚。我已经13岁了，身高却依旧不见长。那一年的11假期，妈带我去了江南老家。东北的11已经开始囤秋菜了，江南却仍是一片翠绿景象。坐在通往乡村的大巴车上，妈给我讲述她过往的生活。她的父母和孩子在一场意外中去世，家破人亡，老公与她离了婚。她还有个哥哥，哥和嫂子2口子都在当地看守所做民警。2年前的冬天，她跟着邻居去东北探亲，一下子就爱上洁白的冰天雪地，打算寄居下来。进了村子第3家，就是外婆家的老房子，很久没人住了，院子里的草都蹭得老高。“瑶瑶，你在附近玩会儿，别走远了，等我收拾一下，起了火，咱做点吃的。”我便沿着村路小步往村里走，差不多走出去20-30米开外，田地里拴着只小羊，我有些惊喜，打算过去瞅瞅。脚刚踏出一步，身后传来簌簌声响，一只手捂住我的嘴，将我腾空提了起来。那人把我夹在腋下，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吹，他已经奔出好远，捂在我脸上的手不自觉松动，手指滑到我嘴边，我张嘴就死命咬下去，他疼得全身一激灵，我趁机挣脱，扑倒在路边的草里，撒丫子就跑，用平生最大的力气拼命喊：“妈，救命啊！”远远的，我看到妈妈从老2口房子门里跑出来，用她的大嗓门高呼抓人贩子。我听到她的声音都恐惧到变调了。背后的男人抓住我的一只脚，拼命拖拽，我不顾一切往田间爬。撕扯间，妈妈如同野兽一般冲上来，张牙舞爪去挠男人。与此同时，已有村民听到声音陆续奔出，男人一看，顾不得对妈反击，撤腿就跑。他一直逃到村口，差一点就能跑上同伙的车了，被平日里挥汗如雨的乡间汉子一锄头扔在腿上，当场砸断了腿骨。村民们连同他同伙一起绑了，车也给砸了。
两个人贩子在田间被打得全身是血，身上一块好皮肤都没有，手臂也像断了一般。妈吃着一只脚挤进人群，照着男人的脸就是一巴掌，掌声特别响，十足用了全力。男人吐了口唾沫，连带着吐出一颗牙齿。妈还想再动手，却因后怕全身控制不住颤抖。我从身后抱住妈，泪水刷刷往下流。当妈妈替我骂着那个男人那张肿胀的脸时，瞬间如遭雷劈，僵在原地。妈看我不对劲，回身抱住我。瑶瑶咋了？别怕，你瞅瞅妈。男人从一片赤红的视线中看到我，他咧嘴笑了。楠楠还认得我啊？我认得，这副畜生的样貌我原以为忘记了，可当他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时，5岁时的记忆汹涌且无情的再次将我淹没。他曾将一只带着泥水的塑料袋罩在我生母的头上，在泥泞且污秽的草丛里断送了我生母的路。当年我救过你。男人突然叫喊起来，他面目狰狞地朝我吼叫，让你们把我都放了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。当年的恶行如同噬魂过往一般被他带着笑容吼出。最终妈从村民手里抢过一根棍子，照着他脑袋就是2下。他昏厥后，世界总算安静了。爸连夜从东北出发，在省会转了飞机过来。妈看到他时泣不成声，老姜，我对不起你。爸拍着他后背安抚，咱一家3口都是受害者，别再怪来怪去了。他将我搂在怀里，摸我的头，我老姑娘吓着了吧？不怕哈，爸爸在这儿。后来去了看守所，当民警的舅舅和舅妈把2个人贩子铐上，并支开了同事，对我爸说了句别打死了。后期还得从他们嘴里问出小孩下落。我和妈在门口等，听着里面传来惨叫声，一开始像人发出的，渐渐变成野兽濒死前的那种哀嚎。妈没忍住也冲了进去，他俩一起出来的时候手上都沾了血。爸眼睛通红的对我说，老姑娘，爸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们一家3口坐车来到爸爸曾经打工的城市，又坐大巴辗转到一处乡下，打听了近1天，终于找到了我亲生母亲的坟。阿才叔被爸打得很惨，怕死喊出当年大肚子的女人。我爸一听果然停了手。我的生母后来回了乡，快要生产的时候突然癫症又发作，拖了一路血水冲到田间。第2天被人发现的时候已是1尸2命。生母的坟仅仅是一块凸起的土包，没有墓碑，也没有人来拜祭过。坟头长满了花草，我和妈妈为他清理了杂草。爸买来水果和酒为生母拜祭。爸在走前又去镇上叫人赶工做了一个简易的墓碑，立在生母的坟边，总算让他和未出世的孩子长眠安息。我用了半学期的时间才从这件事里走出来。中考模拟考成绩单发下来，我的天塌了。爸看了一眼，笑着拍我肩膀，走，爸带你吃锅烙去。都考成这样了，还吃啥锅烙啊？爸一叉腰，咋地？那你等下次考好了再吃饭呗。我险些涌出来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。这还有半年呢，急啥呀？再说了，高中又不是只有1家，考不上好的，那就考一般的呗。那如果一般的也考不上呢？那能咋整？等你就将就搁家里待着，我开店多卖几个鸭脖和鸡骨架，给你养老呗。说完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，连带着袖子擦了2下眼角，燃得我愤愤地吃了2盘锅烙。可能是因为压力大，我开始猛猛干饭。初3的下半年，我的身高像校门口种的甜杆一样，蹭蹭往上蹦。哥放假回来，看到我时吓了一跳，我靠！爸给瑶瑶吃啥了？他这么长下去，不得赶上我高啊！一边抱怨我在家待遇好，一边又带我逛街，用他的奖学金请我吃好吃的。中考，我终究与一中无缘，上了离家近的2中。我高2的时候，哥毕业了，回家时身边多出一人，哥给我介绍他身边的女孩，这是你准嫂子。女孩剐了他一眼，对我露出花一般的笑。他问我，老妹儿，以后准备考清华还是北大啊？我一脸正经的回答，北大。女孩羡慕之色从目光里绽放出来。我哥拍了拍他肩膀，他说的是北安的弟弟。北安，嫂子是个实在人，北安有大学啊，引得家人一片哄笑。再后来，我参加高考，分数刚好过当年的本一线，哥让我报他和他嫂子同在地的大学，可那里与老家相隔2个省，我舍不得离家太远，于是报了本省的省会大学。爸让妈留着看店，他亲自送我去学校。北安通往省会依然是极慢的 K 开头的绿皮火车，一路需要5个多小时。途中，爸兴奋地将大背包拿下来，往外拽他带的食品：鸡骨架、卤味、干豆腐，还有一袋易拉罐。老姑娘成年了，陪爸喝一罐。爸，你看我妈给我买酒了。哪有，是你妈给我带的，说给我买几罐解解馋，居然是几罐真真荔枝饮料。爸气笑了，这败家娘们，等我回去收拾她。爸，这回我和我哥都不在家，你可别惹妈生气了，没人拉架了。爸喷了一声，这孩子说啥呢？搓衣板记得给我妈买一个新的，家里那个被你跪坏了。哎呀，赶紧炫完了，你眯一觉就到学校了。很久以后，我问爸，为啥不像其他家长那样逼着我拼命学习，考个重点给他们长长脸？我就知道这女娃不能硬逼着做事，因为这辈子所有硬扛的苦，她在5岁之前都已经吃完了，余下的日子只要快乐和幸福就够了。咱家不缺吃不缺穿，也不用拿人成功跟自己做比较，
我撇嘴泪想要拥抱他，却被他一只大手挡住。别那个煽情境，其实我是在夸我自己，把你培养的这么有眼力见。瞅瞅，这就是我爸。大一那年寒假，我回北安，刚出站口就看见我爸穿得像个黑瞎子，正搁雪地里缩脖跺脚。一看见我，他那双被冻得通红的小眼珠子噌的就亮了，隔着老远就挥手：“老姑娘，这儿呢。”哎呀妈呀，又窜个儿了！他抢过我的行李箱，像拎个塑料袋似的轻松。上车后，他递给我一罐热乎乎的露露，那是他在怀里捂了半路的，趁热喝。你妈在家给你炖了大鹅，正搁锅里吱溜响呢。我靠在车窗边，看着窗外熟悉的冰天雪地，心里暖得发烫。我爸一边开车一边跟我显摆，说他新研发的麻辣鸡架在学校门口卖疯了，现在那帮学生管他叫鸡架男神。我没忍住，噗嗤一声笑出来：“爸，你这身材顶多算个鸡架元神。”回到家，推开门就是一股子浓郁的肉香味。继母正系着围裙忙活，看见我，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赶紧拉着我试她新买的红毛衣。我爸在一旁剥大蒜，嘴里还不消停：“老妹儿，你瞅瞅我老姑娘这气质，上完大学就是不一样，像那个什么海龟。”对，海龟似的。继母瞪他一眼：“去，你才海龟呢，那叫知性美。你个大老粗，除了卖鸡架啥也不懂。”我爸嘿嘿乐着，也不还嘴，屁颠的把剥好的蒜瓣往我碗里塞。我们一家三口守着那盆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，窗外是呼啸的北风，屋里是暖烘烘的烟火气。我爸破天荒没被限制喝酒，2杯下肚，就开始跟我和继母忆往事，说他当年在南方车站那是如何英勇神武的，识破了我妈的绑架计。大二暑假，我哥带嫂子回老家正式商量婚事。那几天，我爸忙得脚后跟不沾地，非要亲自去菜市场挑鱼挑肉，那是咱江家的长媳，门面不能丢。饭桌上，两亲家见面，气氛起初有点拘束。对方家长是南方搞科研的，说话斯斯文文，我爸那满嘴的大脖溜子和扯犊子，好在有我继母这个江南翻译官在中间斡旋，气氛才慢慢热络起来。我爸喝到兴头上，一拍大腿，对着嫂子的父母说：“亲家，你们放心，江超这小子要是敢欺负我儿媳妇，我第一个打折他的腿。咱东北老爷们没别的，就是护犊子。”嫂子的父母听完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看着我爸那副真诚又憨厚的模样，都忍不住笑开了怀。哥婚礼那天，北安下了很大一场雪，我爸穿上了他这辈子最笔挺的一套西装，领带歪歪扭扭的挂在脖子上，还是我帮他正好的。看着我哥站在台上接新娘，我爸坐在台下，眼圈红得像兔子，他一直低头抠着桌布，嘴里小声念叨：“这混球总算有人要了。”他拿着麦克风，手一直在动，全场都以为他要说一通感人的长篇大论，结果他憋了半天，蹦出一句：“那个吃好喝好啊，不够再添，咱江家管饱。”嫂子在那儿乐得直掉泪。我爸拉着我哥在酒店门口抽烟，漫天大雪里，我看见他拍了拍我哥的肩膀，他不再是那个满嘴垃圾话的汉子，而是一个交托接力棒的老兵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面临留省会还是回北安的选择，省会有一家挺大的文化传媒公司录取了我，待遇不错。我给家里打长途电话，我爸正跟那头跟人吵架，好像是有人买鸡架少给了2块钱。接起电话，他语气立马软了：“老姑娘，想家了？别愁，选你想选的。你要是留省会，爸就在省会给你付个首付；你要是回来，那刚好，爸正打算扩大店面。”我握着电话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留在省会。我爸知道后，嘴上说着太好了，以后能去省会旅游了，转头却往我的银行卡里偷偷打了2万块钱，备注是老姑娘的安家费。工作第1年，我回家的次数变少了。有一次加班到深夜，接到我爸发来的视频，视频里他正跟继母在公园跳广场舞，他的大肚子随着音乐一颤一颤的，动作笨拙的像只企鹅。老姑娘，看你爸这舞姿，能不能进你们公司的选秀节目？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继母私下发微信告诉我，爸最近老念叨我，说家里清静的让他心里发毛，甚至有一回他切菜切着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咱老姑娘5岁那年要是不拽我一脚，我现在指不定在哪流浪呢。”我看着那条信息，心里酸涩不已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依赖他，却没发现那个魁梧的男人早已把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都寄托在我们这2个捡来的换来的孩子身上。去年深秋，我爸突然生了一场病，是急性胆囊炎，疼得在地上打滚。我接到电话时，手脚冰凉，连夜坐火车往回赶。冲进病房时，他正打着点滴，脸色蜡黄，看着比平时老了10岁。看见我，他第一反应居然是把藏在枕头下的半盒烟往里塞，心虚的朝我笑：“哎呀，老姑娘，这点小事咋还惊动你了呢？”我没忍住，当场就劈头盖脸的把他凶了一顿。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缩在被子里不敢吱声，任由我唠叨。等我骂累了，他才小声嘀咕：“这丫头脾气越来越像他奶了。”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他真的在变老。曾经那个能在火车站扛起我飞奔，能一个人单挑几个流氓的战神，现在也开始害怕女儿的责备了。我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，她盯着我的侧脸，突然说：“老姑娘，你长得越来越像你妈了。”我说的是那个。病好出院后，我爸彻底戒了酒，每天雷打不动地陪继母去早起遛弯。他那家击鼓架店也交给了招来的店员，自己只负责在背后技术指导。
我带他去省会最好的医院做全身体检，查出他肺部有点小阴影。那几天他变得异常温顺，连继母数落他都只是陪着笑。直到复查结果出来，说是旧疾留下的钙化点，没大碍。他走出医院大门，立刻挺直了腰板，对着省会的天空长舒一口气，老天爷还是眷顾咱这种好人的。他又恢复了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，拉着我去吃省会最贵的馆子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感慨：瑶瑶，爸这辈子值了。虽然下过岗，受过穷，但老天爷塞给我一个女儿，又还给我一个儿子，还有个管我的媳妇。我这剧本写的比你们公司那些都强。今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人在北安的新房里吃年夜饭。我哥的孩子也2岁了，蹒跚学步，满屋子乱窜。我爸抱着孙子，笑得满脸褶子，非要教2岁的孩子喊大波溜子。继母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：江长海，你别教坏了孩子。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块鸡骨架，逗得孙子直流哈喇子。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我爸突然举起杯子，里面装的是红枣茶。来，这杯咱敬生活，往后咱江家人谁也不准掉队。杯子撞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我看着我爸那日益斑白的双鬓，看着这个重组却坚固如铁的家，突然想起那年火车站的清晨，我的人生或许早已淹没在荒野。假期结束，我要回省会了。一路上，他又开启了唐僧模式，一个人在外别省钱，遇到渣男记得告诉他，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烦。到了车站门口，他没下车，只是帮我降下车窗，递给我一大包真空包装的鸡骨架，拿去分给你们同事，这可是你爸的秘方。他拍了拍方向盘，眼神有些落寞。老姑娘在那边累了就回来。我拉着行李箱走进候车室，回头看见那辆破旧的 SUV 还停在路边，透过挡风玻璃，我看见他正低头点烟，那烟雾在寒风中散开，像极了他这一生粗犷凌乱，却始终包裹着一种温热的力量。他会贪小便宜，会骂脏话，会因为被欠薪而躲起来哭，用自己并不宽广的肩膀硬生生接住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。脑子里浮现的总是那个顶着啤酒肚满嘴大碴子味的男人。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他和继母在雪地里的合影，配文是余生只求快乐，老姑娘加油。我点了个赞，在评论区写道：爸，你是最棒的东北人。那个魁梧的背影依然会忙碌在油烟与笑谈之间，他是一个平凡到尘埃里却活出了万丈光芒的男人。